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喺度同大家睇個大陸嘅奇案啦。呢個奇案呢，就講緊啊，喺02年嘅時候，有一個52歲嘅女主持俾人殺咗，發現嘅時候啊，得返一隻手，而個紋身呢，就成為一個證據喎。到底發生啲咩事呢？來龍去脈係點樣？我哋一齊睇一睇。喺2002年，新疆嘅知名主持人習麗娟睇完自己資助嘅小朋友之後，返屋企突然之間失蹤喎。直到2年後啊，有一個喺戈壁灘上面放羊嘅大叔就發現自己隻狗擔住一隻帶住奶樽紋身嘅手，先至解開到呢一個失蹤之謎啊！咁確定習麗娟死咗之後，警方迅速開始揾兇手啦。但係2年啊，好多證據都冇晒，得返隻手，你叫警方點查啊？而習麗娟係新疆當地好出名嘅主持人啊，佢從業20年。一直都係做主播嘅，而且亦都係當地一個好出名嘅慈善家。90年代嘅時候，雖然中國都喺度蓬勃發展，但係大環境其實都唔算得上太好噶。好似偏遠地區新疆咁樣啦，都係比較貧困嘅。而習麗娟呢，當時已經係稍為出名嘅主持人啦，但係佢都係打工仔嚟嘅，其實每個月有嘅錢都唔會好多。當時咧做呢啲咁嘅主持人啊，其實個人工好低嘅啫。咁不過佢仍然每個月會攞一部分錢出嚟去幫嗰啲冇父母嘅小朋友，或者係一啲貧困嘅家庭啊。佢做慈善嘅10幾年呢，已經係資助咗10幾個小朋友啦。呢10幾個小朋友大部分都係冇父母嘅孤兒，所以習麗娟嘅慈善事業唔單止係俾呢啲錢小朋友，佢一有時間呢，亦都會去佢哋屋企幫佢哋執屋、洗衫、煮飯啊，等佢哋感受到母愛啊。對於呢啲小朋友嚟講，習麗娟就係另一個媽媽。2002年5月嘅其中一日，習麗娟啱啱好有時間啦，於是乎就準備去一個叫麗莎嘅女仔屋企去睇下佢生活啦。麗莎當年9歲，3年前父母去世，於是乎佢就跟住年紀好大嘅阿嫲一齊生活啦，但係佢阿嫲都係體弱多病噶，冇辦法俾一啲更好生活佢，所以兩嫲孫個生活都係好艱難嘅。知道咁嘅情況之後，習麗娟就資助咗麗莎。咁平時習麗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佢屋企嘅，幫手洗下衫啦，為佢哋買啲嘢食同生活必需品。而事發呢日，習麗娟就正常去麗莎屋企，但係出發之前，佢個老公曾經係勸過佢，就希望佢第2日再去，因為第2日呢，因為原來第2朝佢就要飛去西安參加活動啦。不過習麗娟覺得用唔到幾多時間嘅，於是乎都照去麗莎屋企啦。去到麗莎屋企之後，習麗娟首先就問咗佢兩祖孫嘅情況啦，之後就帶住麗莎去買嘢，返嚟之後搞衛生、煮飯啦。做完晒啲嘢，其實已經10點啦。咁由於第2日飛機要飛啦，所以習麗娟就冇理佢兩嫲孫嘅挽留，就直接走咗啦。而當時係將習麗娟送咗去出租車之後，兩嫲孫先至返屋企嘅。但係冇諗到啊，習麗娟個老公喺屋企等咗個老婆成晚啊，都冇佢任何消息啊。原本習麗娟個老公以為個老婆喺麗莎嗰度瞓一晚啦，點知第2日就嚟上飛機啊，老婆都仲未攞行李過嚟啊。佢老公於是乎好心急，就去到麗莎屋企。但係得到嘅消息呢，就係原來個老婆尋晚離開咗，於是乎佢覺得件事唔單純啦，即刻報警啦。警方去到麗莎屋企就問佢習麗娟到底去咗邊，於是乎呢，佢哋就將個車牌啊同埋個行蹤講咗一次啦。個車牌號淨係可以噏得出開頭係1，結尾係7。雖然麗莎記得車牌號嘅2位數，但係呢啲咁嘅信息係幫唔到警方揾兇手噶，因為咁樣嘅數字組合啊，其實呢係有幾千架車噶。而最關鍵嘅就係麗莎個年紀太細啦，佢記憶力
唔一定準確㗎。咁樣嘅情況之下，令到警方嘅調查陷入僵局，而習麗娟亦都喺呢一日開始就消失喺大家嘅視線入邊，亦都唔知佢嘅生死。喺2004年，一個叫阿卜杜拉嘅老人家啦，喺戈壁灘度放羊啦。呢一日對佢嚟講係好難忘㗎。喺佢所養嘅牧羊犬入邊，去到戈壁灘之後，佢就冇去專心放羊喎，而係喺度左聞右聞，好似揾緊嘢咁啊。結果隔咗一陣呢，牧羊犬呢就對住一個地方挖咗出嚟啦。呢個時候個老人家都冇覺得奇怪嘅，因為啲狗係咁上下噶啦，話唔定下邊有啲乜嘢動物或者屍體啊。結果呢，佢隻狗就擔住一樣嘢跑過嚟，個老人家睇清楚之後嚇咗一嚇啊！哇，你擔嗰隻手過嚟喎，隻手係已經乾枯晒嘅咯。然後佢就即刻報警啦。警方去到現場之後，確認呢一個係女人嘅手，手上邊有一個奶樽紋身，同埋一隻望落去好時尚嘅鑽石戒指啊！後來經過比對，習麗娟嘅老公知道消息之後，即刻去到差館就確認呢隻手係自己老婆噶。點解咁確定呢？因為手臂上邊個紋身係佢同自己個老婆一齊去紋㗎，係用嚟紀念兩個人已經死咗嘅小朋友啊。之後為咗更加確定呢一個手嘅身份啦，警方就通過 DNA比對就確定咗係習麗娟嘅手，然後警方喺呢度呢就展開咗一個大範圍嘅搜查，就想去揾到條屍同埋嫌疑人嘅蹤跡，但係好遺憾啊，經過幾個月嘅偵查，警方都揾唔到任何線索同埋佢嘅屍體。去到2005年就發生咗一單車禍啦，而呢單車禍呢，亦都係提供咗習麗娟呢單案嘅線索。就喺5月份啊，一個貨車司機就叫吳國華，飲醉酒之後開車啦，唔小心就撞到一架私家車。當時架私家車上邊3個人都重傷，瞓咗喺車入邊，喐都唔喐得啊！吳國華見到個咁嘅情況呢，就下意識覺得自己撞死人啦，於是乎即刻開車走。不過警方好快就根據相關嘅線索將佢拉咗。醉酒駕駛再肇事逃逸係好嚴重嘅罪行嚟㗎，而為咗減輕刑罰，吳國華就選擇提供習麗娟死亡嘅相關線索。原來3年前吳國華亦都有過一次酒後駕駛出事嘅情況啊。當時吳國華就飲醉咗開車，唔小心撞到前邊架紅色出租車啦。但係奇怪嘅係，出租車司機落車睇咗一眼，冇乜大問題，就俾吳國華走咗啦。離開嘅時候呢，佢係見到個車後座習麗娟喺度，佢係好慌張啊！睇落去，後來呢，佢就聽到原來習麗娟呢個人消失咗，擔心俾對方報復，所以就冇出聲啦。而為咗減輕刑罰，吳國華就決定將自己嘅事話俾警方知，再加上佢亦都係提供咗一個好有用嘅線索，就係嗰架出租車嘅車牌 number 係11317啊！呢組數字同麗莎當年所提供嘅車牌號係非常之符合噶。於是乎，警方就根據呢個車牌號揾到呢架車同呢架車嘅主人，佢個名叫李玲喎。但係兇手好明顯係一個男人啦，點解車主個名會係個女人呢？原來啊，喺2002年，李玲就請咗一個叫黃斌嘅退伍軍人啦。平時李玲就返朝早，黃斌就返夜晚啦。黃斌一直都做得好好嘅，但係喺習麗娟嘅案件發生過之後就突然離職啦。黃斌突然喺案發之後消失，咁啊證明佢好有可能係兇手啦。警方就對佢展開調查啦，但係咁樣一查之下呢，原來黃斌呢個名係假嘅，退伍軍人個身份都係假嘅，佢個本名就叫楊東。咁根據所揾到嘅線索，警方好快就拉咗楊東啦。喺楊東嘅交代之下呢，就喺城西嘅一個戈壁灘下邊揾到習麗娟剩低嘅屍塊。原來佢已經將習麗娟碎咗屍啊！咁點解要咁做呢？又係為咗啲乜嘢呢？原來事發當日，習麗娟坐咗上架出租車嘅時候就攰到喺後座上邊休息啦。楊東見到咁嘅情況，再加上習麗娟好靚，於是乎呢就諗住侵犯佢。啱啱開始嘅時候啊，習麗娟係冇發言噶，
但係隨住楊東講嘢越嚟越有挑逗性，習麗娟就發現到件事唔單純啦。就喺楊東打算進一步講啲猥瑣嘅説話嘅時候，吳國華撞到佢架車啦。咁當時呢，楊東成個腦都係習麗娟，所以就冇理呢個車禍。發現問題唔大嘅時候呢，就俾吳國華離開咗。而當時由於楊東呢就冇對習麗娟實施侵犯，所以習麗娟就冇直接向吳國華求助啦。更何況吳國華當時係飲醉酒嘅狀態啊，有冇可能向一個醉酒鬼求助啊？但係冇諗到啊，呢一次呢係佢唯一一個可以救到自己條命嘅機會啊！楊東就將架車開到去一個偏僻嘅地方，然後就對習麗娟進行咗侵犯。由於喺車上邊知道習麗娟原來係個主持人嚟嘅，為咗避免對方將件事搞大，自己受到牢獄之災，楊東就將個人帶到去戈壁灘上邊進行咗分屍啦。件事嚟到呢度可以講得上真相大白啦，警方最後就以故意傷害殺人罪將楊東起訴到法院啊。咁最終呢，根據相關法律嘅判定，就判咗個死刑啦。喺2006年5月8號，楊東就被執行死刑啊！就係因為楊東嘅一時慾望呢，就毀滅咗習麗娟嘅家庭，仲有10幾個係受到習麗娟資助嘅小朋友啊，令佢哋冇咗一個養佢哋嘅媽媽啊。咁惡劣嘅行徑呢，都講得上判佢死刑係罪有應得啦。有時候都講得上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咁啱就係嗰隻狗掘到隻手出嚟，如果隻手挖唔到嘅話呢，成件事到而家可能都仍然捉唔到兇手噶。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